仲山，你说你才80岁，年纪轻轻的，怎么就连这点活都干不好？哼，老祖宗，您可是仙体，我们都是凡体肉胎，这身体实在是扛不住了。老祖宗，我都81了，这样奔下去，我都要走到你前面去了。唉，你们这些年轻人呐，就是好吃懒做，全都是借口。你看看我，已经1000多岁了，身体还这么棒。生命在于运动，平时还是得多锻炼嘛。去，你们几个把后山的树都给砍一砍。我最近想重新打一张木床。文辉，我怎么才刚说完你就躺下了呢？赶紧给我起来！老祖宗，我爹都106岁了，您就让他歇一会儿呗。唉，行吧行吧，那就把他扶到椅子上坐会儿。哎，好好好。哼。哎呀，老祖宗，您被困在这孩童的身体里已经5年了，到底什么时候能够突破境界，恢复真身，得道成仙呢？老祖宗，你要是成仙了，我们都可以去仙界享福了，就不用在这干着。这不好，柳家有难！老祖宗，这你怎么回事啊？柳家神牌显示，柳家第10代柳传人病危。传人的长子早逝，只留下一个孤女柳如烟，而次子柳在坤又性格软弱，根基还不稳。传人如果一死，那柳家可能会出事啊！老祖宗，要不你下山去救救那柳传人？我去。老祖宗，我们都是凡体，不像你仙体，法力无边，你救人那是多容易的事情啊！你下山去救自己的子孙，那也是在所老祖宗的威严呐！听，对呀，老祖宗，您的独门绝学三昧针有起死回生之功效，只要您一出手，那还不手到擒来？我的三昧针已经几百年没用过了，不过为了我们柳家，我愿意下去勉为其难，让那些子孙们开开眼界。哎呀，太好了，老祖宗啊，老祖宗，你终于肯下山了！二老爷，三老爷，我大哥怎么样了？医生说情况越来越糟，恐怕……到底是何人敢暗杀我柳家？大哥作为我柳家这一代的家属，我柳家所有的血缘传承皆在他一人身上，大哥绝对不能出事了。老三，冷静点，国内外最顶级的医生都找过了，全都束手无策。看来我柳家是危险了，要是柳家的老祖宗能下山施救就好了。什么？老祖宗要下山了？5日后，专程下山医治大哥。老祖宗下山，大哥这回有救。通知下去，5日后全家恭迎老祖宗。届时我和老三会准时到的。是。你们给我打扮成这样子干什么？老祖宗，因为你现在毕竟是小孩子模样啊，这样打扮符合你的格调。哎，对了，还有这个，这又是何物？这是棒棒糖，小朋友都很喜欢的。我再说一遍，我不是小朋友。小朋友，跟姐姐走这边啊！快给爷爷奶奶说拜拜，我们要上飞机喽。有事手表电话扣我们。哎呀，老祖宗终于走了，这下呀，我们可以好好休息几天了。终于把火祖宗送走了，不然老头我是真的扛不住了。通知一下家族晚辈，老祖宗入寺了。什么？老祖宗要来了？哦，
如龙，怎么回事？妈，爸打电话来说，老祖宗要亲自下山给爷爷治病。什么？这怎么行？老头子要是康复了，肯定会把所有财产丢给柳如烟这个死丫头的。那我们也没办法阻止老祖宗来啊。找个人假扮老祖宗不就行了？反正老头子就剩最后一口气了，我们只要拖死他，家产就全是我们的了。哦，哎，在事成之前，可千万不能让柳如烟出来坏事，知道吗？明白。事成之前，我一定不会让他见到爷爷的。阿叔，听说老祖宗今天要下山啦？老祖宗已经快到了，届时柳家全族都会到场迎接。你要是赶不回来，怠慢了老祖宗，有你好看的。阿叔，太好了，老祖宗下山，爷爷就要救了，我得赶紧回去。这也没来个人接我，这帮子孙。小朋友，小心啊！哦，小姑娘，没事吧？呵，巧了，居然是我柳家后人，还身负金印，居然是我老祖宗的嫡系继承人。遇到别人我不敢说，但遇到我这个老祖宗，你肯定死不了。喂，哼哼。你是谁啊？我是你老祖宗。啊？喂，你这个小孩怎么这么有礼貌啊？你爸爸妈妈呢？唉，我的父母已经死了1000多年了，估计早投胎都几十回了。哇，你这小孩满嘴胡说八道！小朋友，你要是再这么无理取闹的话，我可就要生气了啊！哎，什么小朋友，小嫡孙，你刚才出了车祸，可是我救了你哦。对啊，我刚才出了车祸，车翻了，我人也晕了，但是我现在身上怎么一点伤口都没有啊？当然全靠我这个老祖宗啦！不可能，我柳家老祖宗再怎么说1000多岁了，怎么可能是你这个小孩子嘛？唉，怎么还不相信？你真的是我老祖宗啊！太好了，爷爷终于有救了！老祖宗都要到了，如烟怎么还没来？老祖宗下山居然敢怠慢，真不知道这个柳家嫡长女是怎么做的，一点礼数都没有。老祖宗这次下山是特意来救爸的，还好有如龙前去迎接。要是等他柳如烟来了，老祖宗肯定生气了。行了，别说了，等老祖宗来了，请他马上救着咱爸。爸快不行了。爸妈，老祖宗来了！看着这仙风道骨的老祖宗，果然不同凡响。恭迎老祖宗！哎，起来吧。柳家第11代玄孙柳在坤拜见老祖宗。行了，我都知道了。你爹柳传人病重，我此番下山就是专程来救他的。我爸快不行了，老祖宗这边请。从现在开始，谁也不许进，谁都不许进。那柳小姐进来怎么办？
我们拦不住啊！你们3个就留在这里，待会儿柳如烟进来，不必手下留情。是。站住！今天柳家有要事，谁都不能进。谁给你的胆子敢拦着我？看清楚我是谁，给我让开！对不起，大小姐，柳少爷吩咐过了，谁都不能进。柳少爷，我才是柳家大小姐，放我进去！恕男图命。柳家大小姐面子都不给的吗？那我这个柳家老祖宗呢？你们笑什么？他就是柳家老祖宗。大小姐，这就是你说的柳家老祖宗啊？我看他还没断奶呢吧？二少爷特地吩咐过要拦住你，你果然是来捣乱的吧？用小孩扮演老祖宗，当我们傻瓜吗？让我进去！小如烟，我来。小心。这小崽子还有模有样的啊！来，叔叔给你练练。行。小心！怎么回事？这小孩力气怎么这么大？一个小屁孩都打不过，丢人现眼。这可怎么办呢？啊，跟一个小孩动手，这要传出去，我以后怎么混呢？老三，要不你上去玩一玩？好啊。等等，你们要干什么？大小姐，我只是童心泛滥，想陪她躲妈妈。嘿嘿。好，那老祖宗就陪你们玩玩。老祖宗，他们3个是我弟弟贵养的国术高手，不行，我再想别的办法进去吧。小如烟 ，relax， 一只手搞定。废话真多，看招！小心！小屁孩，找死！嘿！这是个孩子吗？这是什么妖孽？竟然把3道高手一招制服了！你们这3个小娃娃，敢在我面前造次，这次是我手下留情，下次你们可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，还不快滚！还有谁？当我老祖宗救我爷爷，你们负得起责任吗？对不起，大小姐，我们不知道这位是柳家的老祖宗，可能柳家已经带着一位老祖宗进去了呀。什么？老祖宗，我爸怎么样？正常来说呢，这救活的几率为0。不过呀，我来了。那就是说，我爸能彻底治愈了？不，50%的几率啊！哎，这人嘛，生死由命，我只能尽力，不能因为这家族私情有违天道。好吧，载坤，我们都是老祖宗的子孙。老祖宗一定会尽力救爸的，只是生死由命，我们也不能太为难老祖宗啊。哎呀，是啊，爸，您呀就相信老祖宗吧啊，那就劳烦老祖宗了，还请快快救治他。哎，不急不急啊，可是我爸快挺不住了呀，现在不救更待何时啊？只要服下这颗回气丹，再加以运气，应该能有效果。住手！你们是要害死爷爷吗？谁让你进来的？你没看到老祖宗正在救治爷爷吗？我看你才是想害死爷爷。这个是假的，他可是真的老祖宗。柳如烟，你到底安的是什么心啊？这个时候来捣乱，
我看你关心爷爷是假，想分家产是真吧？不是的。迎接老祖宗的时候人影都不见，你现在又来捣什么乱？货车司机干什么吃的？他怎么一点事儿都没有？哦，对了，你怎么进来的？那三大哥主人呢？怎么把你给放进来了？我柳家果然是没落了，那3个小娃娃还能算是高手，还想阻挡我？你这个不孝子孙，居心不良！老祖宗驾到，不知道闲杂人等要通通闪开吗？还有你，柳家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子孙？你爸都要死了，你居然还眼盲心瞎，轻信小人！我看你才是捣乱的吧？你不配得到我的评论。下一位，最可恶的就是你个大肥猪，满身油，人脸猪相，你也配冒充老祖宗我？小娃娃毛都没长齐，居然敢说出如此大逆不道之言！我乃是柳家的老祖宗，你是何人呢？你们这些不孝子孙，有眼无珠，居然认这个死胖子做老祖宗！我要家法伺候，全都给我跪下！怎么回事？我对柳家后辈百试不爽的血脉压制怎么没有作用？装不下去了吧？我还以为你有什么真本事呢！你如烟，你爷爷危在旦夕，你居然带一个小孩子来阻止老祖宗给爷爷治病，你这里是何居心？老祖宗法力高强，专门下山来救治爷爷的。你这般走了，莫不成你想害死爷爷？你们相信我，他真的是老祖宗。你跟我说这个小兔崽子是柳家老祖宗？柳如烟，你疯了还是把我们当傻子？老祖宗刚刚给你爷爷服下回气丹，只要运气就能好转。你们现在谁都不准捣乱，听见没？这个大胖子所谓的回气丹不过是普通的保健丸，没有任何功效。他就是故意拖延救治时间，想害死柳传人。放屁！你个小兔崽子，你知道什么呀？我们老祖宗啊，可是1000多岁的活神仙，怎么可能会害自己的子孙啊？如烟，这个小孩子到底是谁呀？二叔，他真的就是老祖宗。老祖宗可是如龙亲自去接的，你怎么可能又接着一个？柳如烟，我看你就是仗着你爷爷平时宠爱你，恃宠而骄。枉费爷爷啊，对你这么好，你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，你就真的害死爷爷吗？够了，争辩无用。你们认他做老祖宗，如果救治不力，你们敢负责吗？你们这是在谋杀，而你就是杀人凶手。你再耽误治疗，我对你不客气了。他一个冒牌货，拿什么治？拿保健品吗？好，他治不了，怎么你能治啊？小 case， 这还真的只有我能治，因为我才是真正的老祖宗。二叔，你就相信我吧，他真的是老祖宗，真的是。我们怎么能把老爷子的命交到一个小孩子手上呢？爸，我看了这个柳如意就得了失心疯，找一个小孩子来冒充老祖宗。老公，你可千万不能相信柳如烟啊！如果真让这个孩子救治，万一把爸给救死了，你怎么有脸面对柳家的列祖列宗啊？如果爷爷出了事，我愿意负全部责任。你负责？你负什么责呀？要爷爷真死了，你拿什么把爷爷命换回来啊？反正今天除了老祖宗，任何人都不准碰老爷子。老祖宗怎么办呀？区区几个小辈，还能阻挡得了我？小崽子，你给我下来！你给我下来！如烟，你在哪找的这个小畜生？敢如此羞辱我柳家家主！快滚！马上给我滚出去！二叔，大家快看，
哎呀，哎呦，爷爷，爸，爷爷啊，你可别死啊，爷爷！小如烟，莫慌，你爷爷没事儿，还没事儿，都没有心跳了。你这个小畜生，我要让你偿命我！二叔，你先等一等，老祖宗，我们还等什么？你爷爷都没心跳了，他平时对你那么好啊，还要把所有的财产都留给你，你居然联络这个小畜生来害死你爷爷，你还有什么资格做我柳家的子孙？哎，就是小娃娃哪里会扎针呢？这针都扎得死穴，我怀疑是有人故意残害我柳家嫡孙。说，何人教的你？对，一个小孩子怎么会懂这些？背后肯定有人唆使。不是我，你们到底懂不懂救治方法？我刚才施的可是我们柳家独门绝技三枚针，只是暂时闭气而已。只要我运功冲破穴道，他就能够起死回生啦！哈哈，你居然知道我柳家失传的三枚针？柳如烟，为了争家产，你可没少下功夫啊！否则一个小屁孩怎么会知道三枚针？还不是你教的？口出狂言！三枚针就是子虚乌有的事儿，我柳家从来就没有三枚针。对，你要真的想救好我爷爷，你怎么不直接让他苏醒呢？干嘛整死而复生这一套？分明就是狡辩！柳如烟，你不要以为利用一个小孩子杀人就不用负法律责任，你才是害死你爷爷的幕后真凶！马上报警，把他给抓起来！医生，我爸怎么样？二叔，不孝女！二叔，我不知道爷爷会变成这个样子，他真的用法术救了我，他真的就是老祖宗！还狡辩！真正的老祖宗明明就在这里，你爷爷原本可以活下来的，就是因为你带来的这个小畜生捣乱，害死了你爷爷！我虽然是西医，但曾经也学过8年针灸，这3个穴位扎得很奇特，是谁扎的？哎，医生，就这个小兔崽子扎的！我都说了吧，他是个假冒的，胡乱扎针，他呀就是杀我爷爷的凶手！怎么可能？你小小年纪居然会使这么高超的针法？医生，那3针不是都扎在死穴上了吗？这3针针针扎在生穴上，而且下针的力度深浅皆是丝毫不差，简直就是神医手法。这怎么可能啊？这要扎到生穴上，那我爷爷怎么死了？这，爷爷，哼！爸，你怎么样？哎呀，爷爷，你终于好了，我们都快担心死你了。爸，你生病这段日子，全靠如龙一直守在你身边，每天细心照顾，人都瘦了一大圈了。哎呦，妈，照顾爷爷是天经地义的事情，只要爷爷你能好，我受点苦又怎么了？辛苦如龙了。哎，如烟呐？爷爷，我在这儿呢。爷爷，您现在感觉身体怎么样了？我好了，好的不得了，感觉像是年轻了10岁。不知是哪位高人救了我呀？爷爷，是老祖宗救了您。这就是老祖宗？对啊，多亏了老祖宗给您施针，您才得以起死回生的。哦，柳家第10代玄孙柳传人拜见老祖宗。柳传人拜见老祖宗。算了，你大病初愈就不必行礼了。不行，不能让爷爷相信柳如烟的话。反正爷爷也没见过真正的老祖宗。放屁！爷爷，你可不要相信柳如烟说的话。您的病啊，是真正的老祖宗救的，而这个小子就是柳如烟故意找人假扮的。他呀，就是阻碍我们救你，他就是想害死你。少爷，如龙说的可是真的？不是这样的，爷爷，我没有找人故意假扮，
这个虽然看着像个孩子，但他的的确确是老祖宗。混账！明明是我用回气丹将玄孙救活的，你居然说这个小孩是老祖宗，你真是大逆不道！哼，这位又是爸，他才是真正的老祖宗。这位又是爸，他才是真正的老祖宗。怎么会有2位老祖宗？哎呦，爷爷，这位就是真正的老祖宗，是老祖们给我发的航班号，我亲自去飞机场接回来的呀。这个老祖宗是我在路上遇到的。哼，路上遇到？老祖宗身份尊贵，怎么会在路上闲逛？而且是你说遇到就能遇到的？柳如烟，你随便找一个孩子冒充老祖，不就是想害死爷爷继承家产吗？你们这群子孙简直愚昧至极！我刚才已经用3枚针救回了玄孙，你们居然还相信这个死胖子是老祖宗？到底是被人蒙蔽，还是故意的？住口！你这个小孩子，现在还在满口谎话。我爸是被老祖宗的回气丹所救，你的那个3枚针根本就是假的。你的那个3枚针根本就是假的。医生，你说你会针灸，那你知道那个3枚针是真是假？我才疏学浅，对中医也是一知半解，不敢判断。既然刘老爷子已经醒过来了，那我就先退下了。既然我已经好了，那随真随假就算了吧。哎，爷爷，这可不能就这么算了啊！这柳如烟阻碍我们救你，他就是想害死你。爸，我已经通知二叔他们过来了。一来呢，为了庆祝你大病初愈；二来就是为了证明一下谁才是真正的老祖宗。太好了，等那些子孙们来了，你们就要被打屁股了，哈哈！还在硬撑，到时候你这个小杂种可就不是打屁股那么简单了。哼！行，那我们就等着瞧。柳传义老祖宗，听说这里有人冒充老祖宗，玄孙柳传义，要看看到底是谁这么大胆。玄孙柳传义，要看看到底是谁这么大胆。原来是二弟来了，又是鸳鸯。大哥，您醒了，真是太好了。是在空给我打电话说，这里有人冒充老祖宗给您治病，其实是为了害您性命。我们柳家是1000年的大家子，怎么可能被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所蒙骗？到底是谁？二叔，就是他，这个小杂种。这孩子冒充老祖宗。二爷爷，虽然这个小孩是冒充的，但他背后有人指使。是何人背后指使？我定不会轻易放过他。就是他，柳如烟。二爷爷，你好大的胆子啊！我们柳家怎么出了你这样一个大逆不道的逆女？你简直把你死去父亲的脸都丢尽了！吵死了，一来就叽叽喳喳的。这不是郑莎的儿子吗？你小时候我还抱过你呢。这小崽子不懂一点礼数，你怎么敢直呼我父亲的大名？我二叔可是国家建筑院的教授，是建设国家的人才，你竟然如此的侮辱轻视他，你实在是太过分了！你人才又怎么样？还不是靠我这个老祖宗庇佑。你这个小杂种是真不知道天高地厚啊！我爷爷的2位堂弟可都是世界顶级神豪，你这样侮辱，简直就是找死！没错，还有一个柳传文，是郑庭的儿子。我老祖宗下来，他怎么还不拜见我？你这个无知小儿，你气死我了！你冷静点儿，我看你这样子也不小了，你别一着急就嗝屁喽！你小杂种，你给我闭嘴！柳如烟，这个小孩子行事说话如此张狂，不仅冒充老祖宗，还羞辱你二爷爷。你把他带到家里来，搅得家里不得安宁，到底想要干什么啊？想干什么还不明显吗？为了钱呗！柳如烟，你好狠毒的心啊！爷爷这么疼爱你，你居然
想害死他，谋夺家产，你都给我闭嘴！你们都说我是假的，那个大胖子是真的，那我们比试一番，如何？乳臭未干的小屁孩，真以为本老祖宗怕你啊？敢冒充我，今日定叫你有来无回！哼！老祖宗，你要小心一点。小如烟，你也看见了，3大高手是怎么被我打得落荒而逃的。这个大胖子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。小王啊，老夫今日就让你知道谁才是真正的老祖宗。我去，怎么回事啊？老祖宗这是怎么了？不可能，连一个小孩子都提不起来吧？难道这个大胖子是假的老祖宗？可是老祖宗怎么会是个小孩呢？对呀，这不可能吧？这小王怎么这么重？死胖子，该我出手了！唉，老了，踢几下就累了，给我端杯水来。好嘞，老祖宗，谢谢啊。哎呀，老祖宗，你没事吧？你给我起来，我给你加钱。加钱。我毕竟是举重冠军出身，这点身体素质那还是有的。哎，柳少爷，你说给我加钱这个事儿，说话算话呀，别弄得废话了。你赶紧过去跟我去揍他！别弄得废话了，你赶紧过去跟我去揍他！小王啊，老夫那可是练了多年，跟你这肉体凡胎那可不一样。就凭你这区区举脚，伤不到老夫啊！就是，我们老祖宗啊，就不跟你个小屁孩计较，免得你胡说我们以大欺小。老祖宗果然不是凡人，都这样了还能站得起来，像个没事人一样，简直太厉害了！看来你这个大胖子身体还算健硕，那我接下来可就要来真的了。看拳！唉，老了，踢几下就累了，给我端杯水来。好嘞，老祖宗，谢谢啊。哎呀，老祖宗，你没事吧？你给我起来，我给你加钱。加钱。我毕竟是举重冠军出身，这点身体素质那还是有的。哎，柳少爷，你说给我加钱这个事儿，说话算话呀，别弄得废话了。你赶紧过去跟我去揍他！看拳！哎，老祖宗！好啊，你这个小杂种！我们老祖宗本来不想跟你动手，可你再三相逼，竟然打伤了老祖宗。今天要不教训我们柳家如何服众？你眼睛瞎了吗？我都没打着他。二爷爷、爷爷，你们也都看到了，
老祖宗心怀慈悲，本来不想跟他动手，可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崽子，竟然伤了老祖宗。柳如烟，你从哪找了一个野孩子，胆大包天，竟敢打伤老祖宗！今天不给你点颜色看一看，我柳家的颜面何在？来人！二弟，这件事情还没有调查清楚，你先别。大哥，这还不清楚吗？就算柳如烟的父亲死得早，你也太偏心了。你看看，你都把他惯成什么样子了？二爷爷，他真的就是老祖宗。之前我出车祸就是被他所救，还有之后爷爷能醒过来，也都是靠他的三枚针啊。三枚针？三枚针不是老祖宗的技法吗？你怎么会？废话，我才是真正的老祖宗，我不会，谁会？废话，我才是真正的老祖宗，我不会，谁会？难道不可能！二爷爷，你别被他给骗了啊！爷爷分明就是老祖宗用回气丹所救，什么三枚针啊，那只不过是个传闻，谁也没见过呀。是啊，二叔，这三枚针连老太祖都不知道，说不定啊，这只是个趣闻。而这小孩居然还说他会三枚针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是有人把趣闻当真了，就教这个小娃什么三枚针，弄巧成拙了吧？不是这样的，我是真心想救爷爷的，绝对没有害爷爷的意思。放屁！你是盼着爷爷死了你好继承家产吧？你连这一刻你都等不了，柳如烟，你真是好狠的心呐！我没有，我大哥临终之前把你托付给我，我就等于是你爸。今天我就替你死去的爹妈好好的教训一下你这个不孝女。你这个小杂种，放开我，不然我连你一块打！哼！老公，你没事？你反了！爸，你再不管束，柳如烟指使这个小杂种，将来恐怕连您都敢打骂了呀！气死我了！我要给山上的孙子们打个电话，把你们家法伺候，就等着屁股挨板子吧！喂，郑莎和郑玲吗？谁？我听不见。喂，你们听得见吗？你说找谁？说话。喂。什么破烂玩意儿啊！不是说有事儿可以联系他们吗？你爸这耳背呀，是越来越严重了，哪天去医院看看吧。都100多岁的人了，听不见就听不见吧，又不耽误事儿。不行，我要睡觉了，这按摩多舒服呀！我也睡会儿。够了，你呀就别再演了啊！柳如烟，你找人假冒老祖宗，欲加害你爷爷，还找人打伤了老祖宗，你做这种大逆不道的事，今天你就应该被逐出家族，从家谱中除名。你们相信我，他真的是老祖宗，我见识过他的实力，他真的能救爷爷。如烟，你还有其他的办法可以证明你找的小孩子是真正的老祖宗吗？他就证明不了，因为这个小杂种根本就不是什么老祖宗。立刻传下去，将柳如烟从族谱中剔除出去。还有这个小杂种打伤老祖宗，我一定会让你死无葬身之地。还有这个小杂种打伤老祖宗，我一定会让你死无葬身之地。柳如烟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和柳家再无瓜葛，立刻从柳家给我滚出去！二爷爷，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害爷爷，我带老祖宗过来也只是为了救爷爷。何家小兵，你现在已经不是柳家的人，把柳氏集团的股份拿出来。小玄孙，原来你狼子野心就是为了柳家的财产呐！这个小杂种，你说什么呢你？再说，这是我们柳家的事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柳家是我一手建成的，这还跟我没关系吗？老娃娃，你再胡说八道，我把你的嘴撕烂了！如烟呐，你看这场面，只要你交出柳家的股份，就可以避免这样尴尬的场面，这也是为了柳家的颜面着想嘛。那股份是我爸爸给我的，我凭什么要给你们？哎呀，你没听见二爷爷说吗？你已经不是柳家的人了，拿出来，拿出来！
马上交出来！够了！拿出来！拿出来！马上交出来！够了！如烟这件事情还没有调查清楚，就步步紧逼。柳家的家训，你们都忘了吗？有爱，有信，有善，有责。你竟然知道柳家的家训？你们这群有眼无珠的子孙，听信谗言，罔顾亲情，爱呢？信呢？善呢？责呢？小如烟，没有我的允许，谁也不能把你的名字从家谱上去掉。要是还有人叫嚣，我就好好的教训他。谁敢教训我柳家人，吃了豹子胆了！谁敢教训我柳家人，吃了豹子胆了！堂哥，你终于来了，到底是谁居然敢冒充老祖宗？就是这个小崽子，他不仅冒充老祖宗，还多次出野，侮辱二爷，还有柳家。哪里来的孩子？知不知道老祖宗是我柳家至尊、地位最高的长辈？你敢冒充他，是不是找死？不错，不错。没想到你年纪轻轻，居然就有如此修为。看来我们柳家也不都是一无是处嘛。废话，我堂哥可是云城第一大战士，而且还是安保局司令，整个云城的安全都归我堂哥管。你还不赶快跪下认错！你这个小玄孙，要我跪下来道歉，我怕你受不起。黄口小儿，口气别太嚣张。我柳家千年基业，能有现在的实力，全是老祖宗赐予的。你胆敢冒充他，信不信我把你打入无间炼狱，以儆效尤？信不信我把你打入无间炼狱，以儆效尤？无间炼狱可是最残酷的地狱，听说进去的人没有一个能活着出来的。小杂种，你现在认错，还可以给你留进全尸，否则别怪我们欺负小孩子。二爷爷，堂哥，事情还没有验证，怎么可以妄下定论呢？再说刚刚的比试，明明就是老祖宗赢了。我方才看他是个孩子，我不忍出手，这小崽子暗算我，我才略输了一筹。对呀，大家想想，老祖宗怎么可能是个小孩子呢？这个小杂种肯定是被有心之人利用，到这里来招摇撞骗罢了。爷爷，你要相信我，我绝对不会找人来伤害你的。他就是老祖宗。这样吧，这里也就如前有这神通，能够跟老祖们自由沟通。如前呐，你就问问老祖们，让他们证明谁才是真正的老祖宗。是。哎呀，老祖宗不在，这日子真的太舒坦了。前几日呀，干那么多活，把我累的呀，这腰都直不起来了。老祖宗要是永远都不回来，别瞎说，要是让老祖宗知道，我们两个就完了。玄孙柳如谦的电话，难道老祖宗出了什么事？哦，我明白了。肯定啊，是他们让我们把老祖宗接回来。老祖宗这就要回来了？哎呦，我们的好日子到头了！哎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就当没接到，让那些玄孙们呢多供养老祖宗几天，我们也可以多享受几天欢乐时光。也是，不过，要是实在不放心呢，就让我儿子柳传文去看看。他毕竟是云城首富，也是顶级财豪，也是我们柳家如实辈分最高的人。也是，有他在，老祖宗就算把天腾出窟了，我们也能摆平。等等，让我呀把老祖宗照片发过去，免得他老眼昏花不认识。妈，要是这个小孩真是老祖宗怎么办？老祖宗怎么可能是小孩子？现在我们就是利用这个孩子来踩死柳如烟，等到时候真的跟老祖宗道歉的时候，我们就说完全不知情，全都是被这个大胖子蒙蔽的就行了。
你呀，遇事沉着一点，等到时候真的发生了，我们就全推在这个大胖子身上，行吗？如谦，怎么样？老总那边怎么说的？老总没接电话啊。看来天山上的子孙们日子过得挺开心。我这个老祖宗在下面被人污蔑侵辱，也不管管，回去一个个都给我趴着挨板子。哼，无知小童，别太嚣张，别以为我没打通电话就不能揭穿你是冒充。来人呐，拿剑来！此剑名为天罡剑，由天地之外的玄铁铸造而成，看似只有1米的剑体，却千斤之重。这不是我以前的佩剑天罡吗？几百年不见，还是这么锋芒毕露吗？想要验证很简单，这把剑只有真正的老祖宗才能用1只手轻松拿起。你们2人现在就试试，谁能拿起，就是我柳家真正的老祖宗。1把剑而已，有何重？我这3把剑的身子可不是白吃出来的。区1把剑，岂能难住本老祖啊？老祖，加油！老祖宗乃是我柳家至尊，离成仙只差1步，哼，一定没问题的。哼！哎，等会，老祖宗凭1人之力，竟然抬起了天罡剑！哼，死胖子！你用尽蛮力，只会折伤5脏6腑，小心血管爆裂而死！哼，小崽子，你，小杂种！这天罡剑有1000斤之重，老祖凭1人抬起，足以证明老祖不是凡人之躯。你在这口出狂言，莫非你能抬起来啊？小小天罡剑，我随意把玩。还在吹？你这个小屁孩，你要真能拿起这把剑，我们整个柳家的人都可以给你下跪。这可是你说的哦。我说的，怎么着吧？加油！哼。少不及乾坤斗，幻化炼就神通，抬手剑破长虹，我与天斗，其乐无穷。哎，小杂种，我劝你啊，别再逞强了。你要出什么意外啊，我们可不负责任的。哼，终于原形毕露了吧？我看这回你这个小杂种还怎么怼应？爸，你快看，这孩子果然是假的，就是柳如烟找来捣乱的，还说是柳家老祖宗，简直让人笑掉大牙了。大哥，我们柳家容不下这种大逆不道的子孙，如果你不忍心，我可以替你代劳，将这种骄傲无礼的子孙赶出柳家。如烟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快给大家解释清楚啊！爷爷，他真的今年施了法术救了我，他真的就是老祖宗。唉，我忘了，这把天罡剑被我附了点魔性，一般人很难拿起。他居然拿起了天罡剑，还这么轻松。刚才那个大胖子都口出谦逊，他一个小孩子居然毫不费力，难道他真的是老祖宗？柳家老祖宗真是个小孩子，太荒谬了吧！当年我怕你们这群子孙把我天罡剑弄坏了，我就给他附了点魔性，让他有1000斤之重。不过刚刚我已经去除了，现在谁都能轻易拿起。这怎么可能？当然可能，去除魔性这点小事难不倒我，因为我才是真正的柳家老祖宗。放屁！明明是我用自己的内力驱除的魔性，才让我受伤。你这个小娃娃，不然怎么能举起这把剑？也就是说，你的意思是你驱除了这把剑的魔性？这小娃娃只是在装模作样罢了。那好，你既然说是你驱除的魔性，
那你再吃一次。哼，您就再续出一次，给这个小杂种看看。哼，我的邪术就如此嚣张，简直不把我柳家放在眼里啊！老祖宗，您一定要拨乱反正啊！老祖宗，给他点颜色看看。今天就让你这个小屁孩开开眼界。怎么会这样？我活了1000年，这把剑就是我铸造的。我想让它附魔就附魔，我想让它去除就去除。大家别信他，这小孩啊会妖术。对，这个小崽子肯定会妖术，不然他一个小孩子怎么可能举得起天罡剑？如烟也是你用妖术迷惑住的吧？你到底有何居心？居然用如此下三滥的手段欺辱我柳家老祖宗，真当我柳家无人了吗？大包天，如今你要给这个小妖童好好教训，给我柳家挽回颜面。我堂哥可是云城第1战士，双拳可以镇山动地，小崽子也就等死了。哼！不可能，居然能挡住我的赤烈拳！去死吧！我如谦堂哥生气了，小崽子，这次你可死定了！云晨的赤烈拳可是天下无敌，我看你这个小杂种还敢不敢嚣张？老祖宗，小心！你，哼，耶！我的赤烈拳，小玄孙，你功力倒是不错，但是对付我，你还是再多练几百年吧。嘿，小孽！你竟然冒充我柳家老祖宗，还多次打伤我柳家长辈！就算把我们柳家杀光，我们柳家也不会屈服于你。我请了云城3大高手，我如谦堂哥一人难对付你的妖力，我就不信3大高手还治不了你！3大高手，出来！你们怎么搞成这个样子？我被一个小孩子出了车祸，我都不要紧，没事了。那就好。今天啊，我让你们给我解决一个小杂种，解决好了，你们一个人1000万。是，柳少爷，要我们说是何人？就是他这个妖孽。嗨，又见面啦！喂，老哥，你马上要生了，行，我马上到。柳少爷，我老婆要生2胎，我马上要去医院。柳少爷，这事咱下次再说。哎，对了，老婆生2胎，我也得去医院啊。他老婆生2胎，你去干什么？我们亲如兄弟，他老婆就是我老婆，我也得去医院，我也得去。哎，你别告诉我，你们3个人的老婆是一个人啊？当然不是，刚才你也听到了，他俩说的是2胎，我的是1胎。走了，再见。拜拜！你们这群小辈，算了，前世我懒得计较，现在我以老祖宗的身份命令你们，把这个死胖子给我扔出去！哼，这个小杂种，就算你的妖术再强大，我们也不会认你。对，我们柳家的子孙都是有骨气的人，大不了你把我们都杀了。小娃娃，不管是不是你救了我一命，但是我们柳家老祖宗可不是随便就可以冒充的。现在我可以放你，如果你再敢口出狂言，就别怪我们柳家不客气。我柳家怎么会有你们这群笨得像猪一样的子孙？气死我了！老祖宗，要不您先回去休息吧，反正爷爷的病也已经好了。怎么害怕露馅儿，装不下去了？假冒老祖宗，污蔑柳家长辈就想跑？那你们还想怎么样？让这个小崽子立刻给我跪下道歉！你确定要我给你们跪下？难道你不该跪吗？我跪可以，就是怕你们承受不起。小崽子，你最好立刻给我跪下道歉，否则你跟柳家可没好果子吃。
哼，是三叔来了。三爷爷，三叔，三弟，你怎么来了？难道你知道有人冒充老祖宗前来问罪？看来这件事已经惊动了上面，让他来是给老祖证明身份的。这就是目前柳家辈分最高的人，柳传文是富可敌国的称号，他的财产是世界富豪榜前100名的总和，整个云城的经济命脉都被他把控。柳家不愧是1000年的大家族啊，全都是1等1的人才啊！三爷爷，您怎么来了呀？你刚才让谁给你跪下？就是这个小杂种，他不仅冒充老祖宗，还侮辱柳家，所以我才混着。三叔，你这么做是为什么呀？这个小孩口出狂言，自认是老祖宗，我们也是为了维护柳家的名誉才教训他的。对呀，三叔，你该不会是中什么邪术了吧？三爷爷，你到底怎么了呀？小玄孙，你来就是应该为我拨乱反正的，怎么无缘无故动起手来了？是谁？我是你们柳家的老祖啊！小玄孙，看见我还不叩拜？你这小玄孙怎么敢打我？简直是大逆不道！三弟啊，这是老祖宗，你怎么能……三爷爷，这可是我们柳家地位最尊贵的老祖宗啊！你怎么能动手打他呀？你们给我等着，待会儿我再跟你们好好算账。柳家柳正廷之子柳传文拜见老祖宗。这不是正廷的儿子吗？前几日在山上还聊着你的，结果啊，你都已经长大了。三叔居然给这小孩下跪，难道这小孩真的是老祖宗？我就说如烟他不可能会害我，既然真相大白了，我也就放心了。三叔，他才是真的老祖宗。三叔，老祖宗一直隐居山上，从未露过面，你会不会是搞错了？我母亲从天山专程传了老祖宗的照片，怎么会弄错？老祖宗下山，众玄孙都会有代办，是传闻的失责，请老祖宗责罚。老祖宗，是我们有眼无珠，请您责罚。老祖宗，玄孙刚才多有得罪，请老祖宗原谅。算了，不知者不罪。这些有眼无珠的玄孙，稍加惩罚就可以了，全都起来吧。不过，这死胖子冒充我，玄孙，你知道该怎么办了吗？老祖宗，我不是故意冒充你的，是有人指使我才冒充的。受人指使，是何人这么大胆？说。是。你这个混蛋，你竟然敢骗我！刘少爷，刘少爷，你不能翻脸不认人啊！刘少爷，他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是刘少爷让我冒充老祖宗，他说如果拿到柳家的财产，就分给我1000万。小畜生，我打死你！这个大胖子明显是在污蔑我儿子，你怎么问都不问清楚这个大儿子？还要问吗？啊！人家都指认了。老祖宗，都是我教子无方，都是我的错。我今天就把这个小畜生赶出柳家，从今往后不准他踏入柳家半步。爸，我当时也是一时鬼迷心窍，爸，我错了，爸。你找人冒充我，就是为了谋害我玄孙传人，你不配做我柳家人。传人，这是你孙子，你说怎么处理？爷爷，我错了，我真错了，爷爷，你就原谅我吧。哼！既然老祖宗在这，就全凭老祖宗处置。三坤，如龙是你的亲儿子，你救救他吧！都
逆骄纵，才害得他变成这样，做出如此大逆不道之事。今天有老祖宗在这儿，谁都帮不了他。今日我就把你们打入无间炼狱！来人！谁能到此？哎呀，真是一出好戏呀！没想到柳氏对自己的子孙是这么的狠毒，随意就打入了无间地狱，未免有点太没人性了吧？你是谁？竟敢管我柳家之事？南城傅家傅延涛。傅家？我今天就把话放在这儿，你们柳家罚谁，我们傅家就保谁。好大的口气！知不知道我柳家的云城是何等地步？胆敢在这里捣乱，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，简直找死！堂哥，你没事吧？居然能轻松抵挡刺雷拳，这傅家子弟到底有什么来头？如谦，赶紧制服他们！螳臂当车！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来我们柳家到底想干什么？出手如此狠毒，难道想杀人不成？南城傅家，怎么从来没听说过呀？没听说过。好，那今天就让你们柳家见识一下我们傅家的实力。无知小辈！这人到底是谁？竟和老祖宗的功力不相上下。我受孩童身体限制，如今只能发挥原本30%的功力。我居然不是他的对手！你们柳家老祖宗也不过如此，不是我一合之敌，无趣啊！我宣布，从今天开始，这个天下由我们傅家说了算，包括你们柳家。你到底是谁？敢来我柳家捣乱？这是……柳成风，你毁我傅家100年基业，就是为了完成你的修仙晋升之路。我就算死也不会让你得逞的。傅家助纣为虐，为非作歹，为了掐足利益竟勾结外人。老祖宗我不过是为了拨乱反正，维护正义。正好，我要找你们老祖傅之年问一问，怎么教育你们这帮子孙的？哼，傅之年那个老家伙早就不问世事了，他有能奈我何？傅家竟如此不尊先祖，帮我将柳家的福音分享给你们。哼，要不是傅之年那个老家伙把我傅家归为柳家分支，我傅家至于一直无法认祖归宗吗？我傅家绝不会就此认输，不管用什么办法，我傅家必定打败你柳家，让你知道我傅家才是天下第一大族。原来你是傅之年的子孙，你早说，我跟他还是故交呢。你早说，我跟他还是故交呢。哼，我的太爷爷是傅威，不是什么傅之年。你看看你，年纪不大，脾气这么大，你呀，冷静点儿。你让我冷静？柳家当年害得我们傅家100年基业被毁，差点绝后。好不容易我们现在东山再起，你知道我们傅家祖训是什么吗？荡平柳家，为我们傅家报仇。那我就要看看你们傅家怎么报复我柳家。哼，没问题。这是你们柳如龙抵押的你们柳氏集团20%的股权，以及这栋柳家大宅。
你这个逆子！朱龙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快给大家解释清楚！还不都是因为爷爷，你把集团交给柳如烟管理，我知道自己没希望了。我有一个朋友带我过海赌博，说赚笔大的，可谁知道我手气不好，越输越多。你。刘罗向我借款700亿，如果这个钱还不上的话，那我将扣除这20%的股份以及这栋房子。区700亿而已，真当我柳家还不起了吗？你也未免太小瞧我柳家了。对，我柳家子孙遍布天下，别说700亿，就是7万亿，也是九牛一毛而已。啊，我知道，这些钱对于你们来说简直是九牛一毛，压根儿压不倒你们柳家。但是这个呢？这个可是你们柳家老祖宗亲自为柳傅两家定下的婚书，上面清清楚楚写着将柳氏第12代嫡玄孙许配给我们傅家。这伯侄我一直谨遵祖训，把他藏在保险箱里，这怎么会在你的手上？这是日防夜防，家贼难防啊！这帛纸可是先人所赐，也就是说，任何人都不能消除这份婚约。小姑娘，没事吧？巧了，居然是我柳家后人，还身负金印，居然是我老祖宗的嫡系继承人。不行，柳家继承人只能娶，不能嫁，否则就会丢失柳家千年运势。但万万没想到，这嫡系继承人竟然是小如烟，她只能招赘，不能嫁人。如果不嫁，你们柳家就会迎来天劫，到时候柳家就会全部覆灭，你这个老祖宗也会原形破散，永远消失。嫁了柳如烟，你们柳家只不过会丢了一些气运罢了。我们傅家会赏给你们一些福音。3日之后，我会过来迎娶柳如烟。到时候你欠的财物也不用，因为你们柳家所有的一切就都属于我们傅家的了。老祖宗，那份婚书真的是您亲自写的吗？老祖宗，这傅延涛所说的前情是真的吗？唉，可是柳家和傅家有世仇，又如何许下这段婚约呢？唉，都怪我当年。晚辈傅之年拜见柳家老祖宗。傅家，我傅家是您嫡子妾氏那脉的后人，不知道您是否还记得？妾氏，一个外戚子孙，朝我有何事？其实我也算是您的外玄孙，这次来是希望老祖宗帮帮我们傅家。说来听听。我傅家妾室出身，后代名不正言不顺，没有老祖宗庇护，所以贫困潦倒。希望老祖能将我傅家归入柳家分支，分享一些福音给我们。你们既非我柳家正室，我又怎能护你们呢？那老祖宗能否为柳傅两家赐婚，这样我傅家也能沾上一些福泽？这样吧，柳家近代姻缘已定，恐怕得等800年之后了。800年以后，现在傅家正遭受劫难，也是时候未到。如果你们踏实做人，或许800年之后会有一线转机。好吧。没想到啊，这傅家还有后人，居然还真拿起这婚书找上门来了。居然还真拿起这婚书找上门来了。那老祖宗，这件事儿还能化解吗？解倒是可以解，不过老祖宗，如果我嫁给傅家，柳家顶多是气运全散，即使柳家衰败，至少我们人还活着。
老祖宗也不会神魂聚散。不行，主席，你不能嫁给傅家。对，就算遭遇天劫，也不能向傅家低头。可是人都死了，笑到最后的还不是傅家。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哎呀，要不如烟，可以先嫁过去，之后我们柳家再想办法，再去对付傅家。老祖宗，我觉得如龙说了没有错，我嫁过去，至少还可以保住柳家人的性命。至少老祖宗您在，柳家就可以东山再起。居然嫁不嫁都会有天劫，我宁愿如烟不嫁，我们柳家共同抵抗天劫。老祖宗，您再想想办法。就刚才傅家的态度，如果如烟嫁过去，不知道还会受到什么非人的折磨呢？请老祖宗赐教。有了，有些账呢，就是得从头开始算。老祖宗，需要我们做什么？子孙们，给我狠狠的砸！是。如谦，你回军队部署，让傅家30后上门，也好有个准备。是爷爷，二叔和三叔也回去准备了，是要和傅家抗争到底。那可是天劫，怎么抗争？哼！如龙说的对，天劫来了，我们怎么和天抗争？爷爷，是不是我死了就可以解开天劫？如烟，你要干什么？如果我死了，婚书自然就作废了，既可以保住柳家的气运，大家也可以不用遭到天劫。不行，你不要想不开。爷爷，会有办法的。爷爷，其实这就是最好的办法了。闭嘴！你这个柳家的败类，这没有你说话的份儿。爷爷，我只不过是赌输了一点钱而已，这天劫又不是我招来的，谁让老祖宗他自己写的？你这个混蛋，还想推卸责任给老祖宗？谁在庄上内鬼？出来！你这个小兔崽子，居然敢让老祖宗我背锅，该打！老祖宗，我错了，老祖宗，妈！老祖宗怎么样了？找到办法没有？那当然，有老祖宗我，谁也不能欺负柳家。小如烟，跟我一起去见你老公吧。老公？谁家小孩这么调皮啊？你就是傅延博吧？你认识我？虽然穷倒是穷了点儿，长得也一般，不过人看起来挺老实的。喂，小朋友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还愣着干啥？你老婆来了！我老婆？介绍一下，这就是我的玄孙女柳如烟，这就是我亲自许给你的命定之人傅彦博。老祖宗，什么情况啊？还有，他是谁啊？该不会我随随便便跟一个人结婚，我就能帮柳家挡住天劫啦？你可不是随随便便嫁，他才是我婚书中里面所定下婚约的人。什么意思啊？他才是傅家真正的嫡玄孙傅彦博。哈哈，傅之年，给我出来！原来是老祖宗来了，700年没见，您这是越活越年轻了。少给我拍马屁！你傅家的子孙到底在干什么？居然拿着当年那张婚书要挟我！那婚书当年不是已经还给您柳家了吗？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的玄孙傅彦涛居然拿着那张婚书要挟我们柳家，如果不把小如烟嫁给他，
将会引来天劫，到底什么意思？对啊，到底什么意思？亏我们柳家这么多年来一直分享福音给你们傅家，不然的话，你们能有今天的成就？恕罪，这都是后辈做事，我现在就去查。哎，不对啊，老祖宗，我的嫡玄孙不是傅彦涛，是傅彦博啊！也就是说，真正跟你有婚约的人，不是那个下流无耻的傅彦涛，而是这个一脸憨笑的傅彦博。可是傅家说到底也是个大家族，他怎么是送外卖的呀？我妈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走了，自从那个女人来了以后，她一直虐待我。我爸死了以后，她和傅彦涛把我们家所有的财产都霸占，把我先赶出来了。我带傅彦博去认祖归宗，如烟，你先回去，就好好等着成婚吧。好。老祖宗还没有回来吗？老祖宗带着如烟一夜未归，不知去向啊！老祖宗不会带着如烟跑了吧？那傅家找上门，我们这群人不得遭殃啊！哎呀，那咱们也跑吧！不行，跑什么跑？我柳家人就这么没骨气吗？对，管他什么天劫，我柳家定与傅家斗到底！哎呀，好热闹呀！看来都到齐了，那让我们开始吧。傅彦涛，我警告你，赶紧滚出我们柳家，否则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哼，我是不会把如烟嫁给你的，而且你也别想从我们柳家拿到1分钱。你们还以为柳家是往日的那个柳家吗？什么意思？就在今天早上，国防部已经对你下了最后的通牒，将你撤职查办了。什么？哼，你们还在这里干什么？他现在已经不是安保队的司令了，还不快滚人！啊，柳司令，抱歉了。再见。呀，你们还在等什么呀？哦，在等你们的才皇柳传文是吧？放心，他已经来不了了。这话什么意思啊？就在今天早上，柳氏集团的投资人纷纷撤资，改投我们傅氏集团，导致股价大跌呀。他现在正着急忙慌的跟股东们解释呢。什么？难道真的是天要亡我柳家吗？什么？难道真的是天要亡我柳家吗？欺人太甚！如谦，我劝你们赶紧把柳如烟交出来，不然你们全部人都得死。不可能，如烟是绝不会嫁给你这个无耻之徒的。爸，你这个小畜生，你居然敢对我爸动手！你简直是目无尊长！哼，都死到临头了，在我面前还摆什么谱啊？我对你们需要尊重吗？要不是因为你们柳家，我们傅家至于这么多灾多难，差点绝后吗？幸亏我看到了我太爷爷傅威的笔记，才知道你们柳家是这么的无耻。今天有这样的下场，全部是因为你们的咎由自取。哼！傅威作恶多端，我柳家老祖宗才是拨乱反正、匡扶正义，而你们傅家才是罪有应得。爸，我再告诉你最后一遍，把柳如烟给我交出来！啊，你们柳家的骨头还真是硬啊！那好，那我倒要看看你们柳家的骨头硬，还是我的拳头硬！都给我受死吧！住手！傅彦涛，你要干什么？啊，亲爱的，我还以为你要逃婚呢。我告诉你，我就算是死，我也不会嫁给你的。如烟，不要！哼，想死没这么容易。你今天不嫁也得嫁，不然他们都会死。
你今天不嫁也得嫁，不然他们都会死的。不行，如烟，你别听他的，我柳家还不需要靠一个女人的婚姻来救。对，如烟，听你爷爷的，我柳家定与他傅家对抗到底。是不是只要我嫁给你，就会放过他们？当然了，你要嫁给我，你就是我的妻子，我们就是一家人了。我怎么可能会伤害自家人呢？你说是吧？好，我嫁。好，车现在已经在外面恭候多时了，婚礼我也已经为你准备好了，云城所有的上流人物都已到场，就差新娘子你了。来人，把所有人都给我带走，也让柳家的人见证一下我们的婚礼。走。这傅家家主到底是谁？竟这么有实力，能娶柳家大小姐柳如烟？而且他收购了柳家财皇柳传文70%的股份，这也太有钱了。这次和傅家联姻，强强联手，这以后啊，傅家和柳家就可以争霸世界了。欢迎各位来宾参加傅家和柳家大婚，我们有请新人登场。欢迎大家来参加我和如烟的婚礼。现在请两位新人交换戒指，戴上。你也不想看到柳家人死在你面前了。老祖宗，你没有资格跟如烟结婚。你没有资格跟如烟结婚。老祖宗，你终于来了。你来干什么？我柳家玄孙的婚礼，难道我这个老祖宗不能出现吗？早就听闻柳家老祖宗是个小孩子，今日看来是真的。一个小孩都能当起老祖宗，这柳家怪不得如此颓败啊！你们懂什么？要不是我5年前渡劫失败，困在这小孩子身体里，修为受限，怎么会发生今天这么多破事儿？不过，要收拾这个无耻小辈，已经够用了。柳家老祖宗，我何罪之有啊？反倒是你，在我大喜的日子来砸我场子啊！你制造谣言，污蔑如谦，使得他被撤职调查，还故意设下赌局，引如龙中计，欠下巨额债务。最可恶的就是你以柳家人的性命要挟小如烟嫁给你，你简直是下流无耻，卑鄙至极！怪不得最近柳家好几个政客跟豪绅都倒台了。这傅家到底有柳家什么把柄，竟然把第一大家柳家害得如此地步？柳如谦之所以被调查，那是因为群众举报，有没有问题，大家看结果就知道了。至于柳如龙，不是我带他去玩的，而是他求着我带他发财的。你放屁！是你跟我说借了钱不用还利息的，又让我拿出20%的股份做抵押，这就是你给我下的局。至于柳如烟，这可是你亲自写下的婚书，这可是你亲自写下的婚书。这可是当年柳家老祖宗跟傅家老祖宗一起写下的婚书，天地可见。如果要是悔婚的话，是要遭受天劫的，对吗？真的是亲自递下的婚书，这不能不认吧？对呀，这做人不能言而无信呐。这傅家帮柳家挡天劫，还说是被迫嫁人的，这柳家也太不知好歹了。傅家这么仗义，柳家不感谢人家，还想悔婚？等天劫来了，他们哭都来不及。老祖宗，你不会不认账吧？没错，这的确是我亲手写下来的婚书。可是真正跟小如烟结婚的人并不是你。你什么意思？你仔细看看婚书是怎么写的，上表天庭，下明地府，我柳家嫡玄孙和傅家嫡玄孙共结连理，
此书为证，如有违背，天地可谴。哼，这婚书上写的清清楚楚，并无差错呀。是啊，这婚书上写的清清楚楚，我柳家嫡玄孙和傅家嫡玄孙定下婚约。可是你并不是婚约里面那个傅家之人。哼，柳家老祖宗，你不会是老糊涂了吧？现在开始质疑我傅家之人的身份了？你是嫡玄孙？当然，我是堂堂正正的傅家嫡玄孙。柳如烟，她只能嫁给我。若你是嫡玄孙，那他又是谁？介绍一下，这是傅家嫡玄孙傅彦博。是你？你为什么会来这儿？你个废物，你过来干什么？我来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。我爸在遗嘱上写的清清楚楚，把所有的一切都交给了我，而把你逐出了家门。你现在什么身份，敢配跟我争？我一直以为是爸爸偏心，把所有的东西都给了你，但其实是你用手段逼迫爸爸的。更可恶的是你害死了他。为了抢我的婚约，你就是在狗急跳墙，还联合起来诽谤我。说我害死了我父亲，你有什么证据？我当然有证据。哼，难道我父亲还会起死回生不成？这是父亲立下的遗嘱，上面交代傅家一切由我来继承。不可能，这遗书是假的。父亲亲笔签名，怎能有假？傅延涛，你干什么？现在你们死无对证了，你们就是在污蔑。哈哈哈哈哈！你又笑什么？傅老头，该你出场了。起死回生不成，但我这个傅家的老祖宗可以恢复所有傅家之人的书信，烧了也没用。老祖宗，这傅家老祖宗都来了，看来柳家老祖宗说的是真的。他不是傅家嫡孙，那婚书上和柳如烟结婚的就不是他。峰回路转呀，到底谁是祖宗，谁是孙子？你这个大逆不道的逆孙，害父弑兄，如今还敢拿着婚书来要挟柳家，以怨报德，你简直畜生不如！你当年把我们傅家交给了柳家的分支，丢尽了我们傅家的脸，你有何脸面当我们傅家的老祖宗？兔崽子，你敢忤逆老祖宗？哼，有你这样的老祖宗，不认也罢。哼，有你这样的老祖宗，不认也罢。傅延涛，不要再执迷不悟了。这婚书是上天作证的，要和如烟成婚的人是我。如果你强迫如烟和你成婚，我们傅家是会遭天劫的。呸！你们不就是想取消婚约吗？什么天劫，老子才不怕呢！我告诉你，我是傅家的嫡孙，迎娶柳如烟的只有我。放开我！是杀人！杀人！杀人！今天你们所有人都给我死！彦博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如烟，你不用担心。傅彦博，我要杀了你！小心！没想到你内力如此深厚，看来你得到了傅威的真传。当年我太爷爷打不过你，但是现在你只是一个小屁孩，发挥不了所有的修为。你今天不是我的对手。怎么样？他们都叫你老祖宗，但是在我的眼里，你就是一个小屁孩儿。逆孙，快把老祖宗放下！混蛋，我杀了你！老祖宗，小心呐！今天我就杀了你，柳家也会从此消失。到时候我们傅家就是天下第一。是老祖宗，是老祖宗，彦博，老祖宗，你没事吧？我的老腰都要断了！你吓死我了，老祖宗！哎，你没事就好。老祖宗，就算死，我们也不会让他伤你分毫。老祖宗，柳家子孙保护你。柳家第10代嫡孙柳传人，柳家第11代嫡孙
刘在坤，刘家第12代嫡孙刘如谦，还有我，刘家第12代嫡孙刘如龙，为老祖宗护法。还护法？你们几个柳家的鼠辈也配做我的对手？我今天要把你们一个一个都宰了，来告慰我我家的老祖。原来突破封印的方法是全家一心，我终于恢复真身了。傅彦涛，这次你死定了！求老祖宗饶他一命吧！这个孽孙如此大逆不道，你竟还替他求情！我傅家落魄，人口稀少。自100年前父为作恶后，我就知道傅家大势已去，便不问世事。可他毕竟也是我傅家的后代，希望老祖宗能放他一马，让我带他回家严加管教。求老祖宗放他一马吧。罢了，既然你求情，我便饶他一命。但今后若是傅家继续作恶，我不介意把你们一并铲除。多谢老祖宗。柳家人真是大仁大德呀！我们傅家内斗了这么多年，在格局上只差了人一截。就是，若非柳家老祖宗及时制止，说不定遭遇天劫的就是我们傅家了。老祖宗，燕伯他怎么办？他已经没有脉搏了。他是因为救我而死，我一定会救他。万万不可！老祖宗，这内丹是你修炼1000年的修为，若是给了他，你会在3年之内消失的。老祖宗，我们柳家的3枚针那可是举世闻名啊，你可以用它来救治，你不用那3枚针只能救治濒死之人，而他依然没了气息，一切因我而起，就应该由我来结束。老祖宗，老祖宗，我身为柳家老祖宗，已然庇护了柳家1000年，今后啊，你们这些玄孙也该自食其力了。柳家子孙恭送老祖宗。老祖宗，为了我们柳家牺牲了自己，我们以后一定要谨遵老祖宗的教诲，一心向善，齐心协力，壮大我们柳家。团结一心，有爱有心，有善有责。燕伯，燕伯，你终于醒了，燕伯。我居然没事了。老祖宗呢？他怎么样了？老祖宗再也回不来了。都怪我们，要不是我们想动了，怎么老祖宗家的？什么？老祖宗又要下山了？柳氏集团今早宣布，柳传人辞去董事长一职，由长孙女柳如烟继承。柳如烟得到海内外数百家集团的支持，今日柳氏集团股票涨停，民众纷纷表示，像柳氏这种良心企业，大家一定会支持到底。喂，燕伯，我马上就回家了，怎么还打电话过来呀？老婆，我跟你说一件事儿，你可千万要冷静。什么事啊？我们儿子终于会说话了。真的？那他第一声先叫的是爸爸还是妈妈？都不是。那是什么？看什么看？你们这些孙子，我是你们老祖宗。